没吃过的东西根本无法想象它的味道，但放在嘴里，用牙齿咬开，饱满的根块破开流出里面的汁液时，吃过不少山珍海味的人大城主眉头竟不由一松，颇有些惊讶地把嘴里的东西抽出，再认真地端详一阵。并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其实就俩字：清甜。清的润人心肺，甜的眉目顿开。任鹏飞不由多吃了几个，很是怀疑这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。本来一身的伤，这痛那痛，连动都费劲。这样的东西几个下肚之后，疼痛顿减，一身清凉。再摸摸本来又辣又烫的脸，结果那淤肿的地方已经消得差不多了。真的很神奇。任鹏飞拿起余下的几个，不由得开始琢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丝毫没发现有道清瘦的身影正急匆匆直奔他而来。等到一样东西啪地丢在他跟前时，他才回过神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只四肢还在抽搐的肥兔子。这回轮到任鹏飞有些莫名其妙地望向气喘吁吁的人。这人眼睛一弯，似乎是笑了，随后蹲下来一把揪住大灰兔的脖子，几下扒拉就把兔子脖子旁边的毛拔得差不多了，接着嘴巴凑上去，尖尖的虎牙露出来，用力一咬，兔子身上的血便滚滚而出。野人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把流血的地方塞进任鹏飞嘴里。任鹏飞压根没有防备，冷不丁就被堵住嘴，下意识一吸，温热的血液便滑入食道，铁腥味直冲脑门。任鹏飞脑子嗡的一下，猛地推开面前的人，手指伸进喉咙里，把肚子里能吐的东西都吐得干净。旁边的人看他吐得难受，把手中的肥兔子一甩，正要上前查看，却被任鹏飞一掌狠狠推开，猝不及防向后栽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实在没东西吐了，任鹏飞才有气无力地用衣袖拭去嘴边的污渍。看一眼傻怔怔坐在草地上的人，一肚子火就不知道打哪处来，对这个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活了20余载，向来意气风发、整洁体面的人大城主，就属现在最狼狈了，还全都是这个人惹出来的。任鹏飞忍不住朝他斜瞪一眼，却见这人缩起身子，垂下脑袋，略有几分委屈可怜地坐在原处，时不时悠悠地朝他望过来一眼，拔起一根杂草丢掉，再拔起一根杂草丢掉。离他不远处的地方，兔子的尸体静静躺在草地上，从身上流出的血把草地殷红一块，颇有些触目惊心。想起这个人方才的行为，任鹏飞不禁再仔细看一眼他，察觉到任鹏飞的注视，这人眼睛一弯，嘴巴一咧，傻乎乎地笑了。任鹏飞挪动身体，疲惫地把背往后靠。火出现到至今，人们早已告别茹毛饮血，而这人之所以这么干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这里没火，二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火。任鹏飞期望是第2个可能，毕竟他不知道将会在这里待多久，若是没有火种。多想无益，任鹏飞休息一阵，力气恢复些许后，朝仍傻呵呵盯着自己不放的人问道：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个人歪下脑袋看他，满眼的困惑。任鹏飞只觉太阳穴发疼，揉了揉后又道：你不会说话。这个人脑袋又歪向另一边，依然是满眼的莫名。任鹏飞深吸一口气，再深吸一口气，再说话时声音微颤：你有火吗？火就是可以烧东西吃，可以在晚上照明，也可以暖身子的火。在面前的人更加迷茫的眼神之下，任鹏飞揉着太阳穴，脸色发青的放弃了。背靠在微凉的山壁上，任鹏飞无力地合上双眼，思绪太过繁杂，唯有一遍一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不知何时，突然间就清晰地听到了风声、草地的沙沙声、近在身边的呼吸声。是谁？可眼皮太重，垂下来之后就怎么也睁不开了。
任鹏飞能感觉自己被人抱在怀里，然后移动，接着被放在某个地方，身上盖了什么东西。有个人钻了进来，双手环在他的腰上，温热的气息在他颊边停留，一下一下，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身子实在太过沉重，本来还想再睡下去，但身后有个人不胜其烦，手不停在他身上乱摸，背脊处还有个硬硬的东西一直在那不停地蹭，让人想睡都睡不下去。任鹏飞火大，睁开眼，蓦地翻身而起，想也不想一个拳头直接挥过去，可他挥出去的拳头却被人牢牢握住。任鹏飞一惊，仔细一看，不由一愣，片刻之后才忆起来如今的处境。躺在他身后的正是那个让任鹏飞又气又恨的长发野人。黑暗之中，任鹏飞莫名的就能感觉到对方落在自己身上的灼灼目光，刺得他全身不舒服，欲抽回自己的拳头，无奈被握得太紧，怎么弄都挣脱不开，最后反而被用力一扭，手便被扭放在身后，一面暗趴在干草垫子上。更让任鹏飞咬牙吐血的是，这个人一下子就压到他背上，用他下身那个握住的东西顶到他的臀部间，另一只手着实不客气的隔着薄薄一层布料，用力的捏屁股上结实有弹性的肉。就算是女人，被一个自己看不顺眼的男人如此玩弄，也会火大气急。更何况像任鹏飞这样的男人，此时此刻给他一把刀，他能把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剁成肉酱。现实是残酷的，这里没有刀，压在他身上的人力气更是大得匪夷所思。挣扎一番后，他累得气喘吁吁，身上的男人还是该怎么就怎么，手上的动作没有轻重且生涩，如同一个只有本能的野兽，把任鹏飞的身体捏得生疼。男人气息越来越粗重，蹭得好不容易才干透的裤子又湿了不少。尽管吃过不知名的植物后身体好了大半，但身体深处还是丝丝的疼。第一次之后似乎并没有过多久，现在这个人又发情了，实在是像一只野兽，不，根本就是只野兽。任鹏飞恨恨地于心底唾骂。不过这样的行为与弟弟的性命可以算是有直接的关系，在手臂上的红印没消失之前，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多多益善吧。想到这儿，任鹏飞真想一头撞死。他觉得鬼婆婆报复男人的手法真可谓是又狠又毒。身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必须得与另一个男人欢爱，甚至是生儿育女，这种事落在哪个男人身上，不崩溃也差不多疯了。心里虽然有道迈不过去的坎，但任鹏飞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，毕竟是他决定要去做的事情，不管如何已经起了头，万没有再缩回去的道理，更何况任成飞能不能获救，在此一举。男人被他拦住，吸气的声音更是粗了好些，抓人的动作也重了不少。任鹏飞忍住疼，一边说你等下，一边伸手朝一处摸去，好不容易才让他摸到那个小药瓶，另一只手被缚，他只能用牙齿咬开盖子，倒出一颗在草垫上，把药瓶放回去后，舌头一伸，就把黑黑的药丸卷进嘴里吞入腹中。会向鬼婆婆讨这个药，一是给自己准备的，在不用药的情况下和另一个男人做这种事，任鹏飞觉得不可能办到；二则是给另一个男人准备的，将心比心之下，想必对方也不会愿意。可是进入谷底之后，事情发展实在出乎预料，还未容他有丝毫心理准备，事情就已经发展到眼下这种地步了。任鹏飞吃药的时候，压在他身上的男人似乎呆了一下，他便趁这个机会推开他，翻身而起，迅速脱去身上衣物，躺回草垫上，双眼一闭，一副任人鱼肉的挺尸样子。可他等了半天都未见这人有丝毫动静，狐疑地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。他刚才随手放在一处的药瓶正被男人握在手中，抬起头，咕咚咕咚把瓶里的药丸全吞了个干净。吃完了，
男人把瓶子放回去，望着任鹏飞，又是傻乎乎一笑，带着些讨好的意思。这下任鹏飞是真真切切想去死了。任鹏飞想到任成飞整蛊时，常常对已经被整得凄惨淋漓的受害人开出这样的选择题：你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死呢？他对弟弟的这种行为向来是哭笑不得，不由得对被整的人报以同情。现在任鹏飞也面临此番悲惨的局面，却根本没有同情他的人。此刻摆在他面前的也有3种选择，他是想办法弄死眼前这个人呢，还是先自我了断，或是乖乖躺好，任这个吃下整整1瓶春药的傻大个煎死，然后对方也精尽而亡。不管是哪个选择，都让任鹏飞痛苦地想一头撞死。后2个不用说了，就拿第1条来说，真弄死了这个人，鬼婆婆肯定还会给他另外找个男人，反正他怎么想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受孕。不得不与男人做这种事情，已经够让任鹏飞心倒心灰。如果再让另一个男人对他做出同样的事情，他肯定死得比中蛊的任成飞还快，受辱过度，吐血而亡的。任鹏飞知道绝不能坐以待毙，正在苦思良策之际，发觉自己的体温越来越高，呼吸也逐渐变得凌乱。任鹏飞抬头去看对面的人，看见他更加的坐不住了，大有山雨欲来的态势。眼看事情就要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任鹏飞顾不上自己赤身露体，突地起身拽起这人就往洞口外走去。带我去水潭那边，快！这人没怎么肯挪动脚步，任鹏飞气得一把揪住他下巴上的胡须，恨不得把他们全扯下来。听到没有？快带我去水潭那边！说话间，他们已经拉拉扯扯站在洞口外面，抬头不见月亮，但山谷底却轻纱似的一片银白。虽说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可洞口外面的景色仍然能尽收眼底，比白天多了点遮掩，似欲说还休，带着些神秘。胡须被硬扯，男人不得不跌跌撞撞跟着出来。听到任鹏飞的话，他痛得眯起的眼睛很快睁开，银色的光芒下，他眼中的迷茫一目了然。任鹏飞朝天空深吸一口气，再长吁一口气，好不容易才忍住想一掌拍死眼前这个人的暴躁心情。他压低声音，尽量和气地再次说道：就是我丢进去过的那个神坛。看着他还是不明白，任鹏飞索性豁出去，做出一个有水的动作，再看一眼他，眉头还是紧紧蹙起，便继续做一个脱衣服的动作。终于歪着脑袋的傻大个茅塞顿开。见他这样，任鹏飞不禁有些激动地说道：对，快带我去，快啊！傻大个用力点头，趁任鹏飞不备，冲过去把他拦腰扛在肩上，几个起落，离洞口便已经有好几丈的距离。任鹏飞脑袋朝下不断晃荡，一阵头晕恶心，根本没有心思去惊讶这个人的敏捷身手。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把他扛在肩上的人停下了脚步，并把任鹏飞轻轻地放在地上。到水潭边了，任鹏飞好不容易站稳，头一件事就是让野人站在岸边离水面最近的地方。在他正奇怪地瞅住自己时，任鹏飞朝他微微一笑，下一刻把他狠狠踹入水中，溅出的冷水浇湿任鹏飞一身，燥热的身体得以些许缓解。这个水潭很深，任鹏飞深有体会。野人扑通一下跌入水中后，好半天没浮出水面。任鹏飞死死盯住水面，时不时用指甲去掐身上最敏感脆弱的皮肤，用尖锐的疼痛抵制不断发作的强烈药效，保持一定的冷静。终于一颗脑袋冒出水面，眼看就要爬上岸时，任鹏飞想也不想直接冲上去，一脚又把人踹进水中。不管那人试几次，就是不让他上岸。如此反复了10数次之后，野人在水面中正狠狠地瞪向任鹏飞，一双黢黑的眼睛透露出令人脊背发寒的冰冷光芒。任鹏飞一边抹去脸上不断冒出的汗液，一边强撑着与这人对峙。直觉告诉他，
这人准备孤注一掷，他必须保持冷静。只是大腿已经被他下狠手掐得青瘀不堪，意识却越发浑噩。鬼婆婆的药果然厉害。虽然谈不上常年混迹青楼，但有一个身为名妓的红颜知己的任鹏飞，还是听说过不少春药媚药。这些药只要吃下去后，只要流流汗，或是被冷水一冲，多半能清醒过来。但鬼婆婆的这药，就算冷水浇过，不过片刻又卷土重来，且越发猛烈不可挡。浮在水面上的人慢慢地潜入水中了。一阵风吹过，再一阵风吹过，一刻钟过去，再一刻钟过去，他都没有再浮现出水面。任鹏飞不由蹒跚地上前几步，查看这人是不是死在水里了。他不认为有哪个人能潜在水中这么久，除非对方不是人。水面在这个人潜入水中后，已经逐渐恢复平静，在银色的光芒下，宛如一面镜子，根本看不出有人潜在里头的痕迹。难不成他真的死了？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心情，也容不得任鹏飞过多思索，药效已经把他的意识焚烧得所剩无几。他无力地靠在岸边的岩石上，目光茫然地望向自己腿间那个早已奋张的地方。他从未自读过，一是他对这方面的事情向来冷淡，二是自他成年以来还没给他自读的机会，他爹就已经着手安排不少女子专门伺候他这方面的事情。眼下为舒缓药力，他似乎只能自己动手了。任鹏飞颤抖地伸出手去，眼见就要碰到时，一只冷冰冰的手蓦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臂。任鹏飞吃惊地扭头一看，竟是那个本该潜在水底的人。他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自己一直守在岸边，根本没看到水面有任何动静啊。下一刻，任鹏飞就被这个人连拖带拉丢进水中。当冰冷的潭水把炙热的身体整个吞没，这一瞬间，任鹏飞疲惫地想就这么沉入水底，再也不要离开。可是上天的安排总是与人的愿望背道而驰，把他丢进来的人也跳入水中，把他拉了上来，拖到岸边，压在岩石上。不知道是第几次累昏过去再醒来，那个仿佛不知疲倦为何的人躺在他身侧呼呼大睡，却也只是匆匆一眼，任鹏飞眼皮一合，又沉沉睡去了。什么在身边不停地啪嗒啪嗒响的杂碎，脑袋昏沉的任鹏飞不得不醒来，睁开眼睛往身边一看，竟是一条又粗又肥约有10来斤的大鱼。任鹏飞撑着沉重的身体坐起来，再仔细一看，不仅仅是这条大鱼，在他睡的地方周围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鱼，有贝壳，有兔子，还有山鸡，有之前他吃过的不知名的植物，有颜色红艳的小果子，还有不知道打哪挖来的山笋，以及类似甘蔗的金块。任鹏飞愣愣地看着摆放在他周围的一堆东西，半晌没反应。那个方才不知道跑哪儿去的野人屁颠屁颠地跑回来了。任鹏飞闻声扭头一看，只见对方手捧好几个红薯，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他身边。知道他在看自己，便抬头呵呵一笑，一口白牙晃得人眼花。笑完后拍拍屁股，起身又跑没影了。尽管他停留的时间不长，但任鹏飞却眼尖地看见他身上有不少伤口，两个手的指尖都在往外丝丝冒血。任鹏飞沉默一阵，才捡起几个他曾吃过的羹块和野人才拿回来的红薯，蹒跚地走到深潭边洗干净。吃了几个后，被掏空的身体才恢复些许力气。任鹏飞抬起手臂一看，那血红的印子还在，不是被印上去的，是自己在体内凝结成一块，红得刺眼。放下手臂的任鹏飞露出些许迷茫，他记得鬼婆婆和他说过，毕竟是男子，身体构造和女人本来就不同，就算能改变，逆天而行孕育婴儿的几率还是比一般女人低得多。任鹏飞拿起手边的几个红薯清洗，把外层的泥洗干净后，才发现这根本不是红薯，表皮洁白如雪，用力掰开一看，里头居然如白玉一般微微透明，汁液丰足。
顺着任鹏飞的手指不断躺在地上，淡淡的清香在空中弥漫。任鹏飞忍不住放在嘴里咬了一口，顿时爱上这种味道。